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总有人抵挡不住诱惑，率先走进了石门。好半晌后，众人见没有任何惨叫传出，才猛地松了一口气，跟了上去。石门内是一座巨殿，而巨殿的四周有着不少极深的走廊。萧炎一行人凭借着紫妍对药材的特殊感应，很快就又找到了一处厚重古朴的石门。然而这石门之后却并非石室，而是一片森林，一片完全由各种珍稀材料构建而成的远古森林。熊战望着那成片成片在外界极为罕见的药材，满脸的目瞪口呆。外药山脉的药材与这里比起来，简直连毛都不是啊！萧炎连忙反手把门关了以后，就让紫妍快点开工啦。虽然他也恨不得将这些药材全部打包带走，但主次要分明，先找到魂烟果再说。远古森林内强悍的魔兽其实不少，可有紫妍在，谁敢上来找麻烦？一察觉到龙威就都掉头跑了，也没机会知道这次来的其实只是一条幼龙。大概10来分钟后，紫妍就领着众人找到了魂烟果的所在。魂烟果就生长在湖心的小岛上，一条远古魔兽通天蛟正守着它。这通天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据说拥有着一些龙族血脉，是经历诸多雷劫后有概率能够进化成太虚古龙的存在。只是有概率同真古龙那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的。紫妍出马一个顶俩，紫龙虚影出现的那一刻，这通天蛟乖的就像自家养的一样。魂因果最终自然是被萧炎收入囊中啦。紫妍见这小蛇也怪可怜的，问萧炎能不能给他一点补偿。萧炎很是大方的用一株成熟的化形草以及2种对魔兽肉体有着淬炼之效的丹药同通天蛟交换啦。通天蛟应该是对这笔交易挺满意的，从他那亮晶晶的蛟目中就能看出它是一只知足常乐的蛟。萧炎用特殊手法收好魂因果，准备快速离开的时候，紫妍却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森林的更深处，有东西在召唤他。萧炎一听这话，思索了一会儿后，决定去看看，毕竟其他寻宝人可没有龙威震慑，他们还是很占先机的。很快他们就到了远古森林的中心，此处有一古怪的金光罩，只有紫妍知道这其实是兽灵罩，只有生前实力极为强悍的魔兽在临死之际方才能够凝聚出这种兽灵罩。只是这兽灵罩的味道有点奇怪，不仅有太虚古龙的味道，还有一点天妖皇族的。兽灵罩唯有相同血脉方才能够开启，紫妍自然是要进去看个究竟的。兽灵罩内是一片红色的平原，隐约夹杂着一点白。平原的正中心有一座高达100丈的巨石祭坛，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从祭台中弥漫而出。跟随着紫妍到达祭坛之顶的萧炎一行人，在看清楚祭坛中央的东西后，惊讶到合不上下巴，竟然是以太虚古龙和天妖皇为微型的果实龙皇本源果，那股威压便是从果实之内传出来的。注明该果实若是被天妖皇族得到的话，他们有很大概率能进化出拥有龙皇血脉于一体的真正的至尊之兽，到时候太虚古龙一族必会受到威胁。专属紫妍的科普时间到啦！龙皇本源果存在于古龙一族的古籍之内，那凤并非是天妖皇，而是他们的老祖宗远古天皇。这种果实需要吸收太虚古龙以及天皇的生命之力，方才有着不超过1成的几率出世，即便是在古龙一族的记载中也仅仅出现过5次。紫妍看着那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龙皇本源果，片刻后猛地转头来到祭坛边缘俯视大地，原来那些白色竟然是巨龙以及天皇的骸骨。等众人从中彩票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想要取走龙皇本源果时，变故突生。天妖皇族一行人到了，这行人之中不仅有着凤青儿、白发男、雷尊者、大地虎族以及银月狼族的族长，还有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共5名斗尊。注：要收走龙皇本源果，需要颇为繁琐的手段，也需要静心。这下好了，一场大战是无法避免了。不过萧炎也没在怕的，真要算起来，己方战力再加上才收的傀儡们，只强不弱。哪怕那名黑袍老者黄轩长老的实力达到了5星斗尊，萧炎用刚得来的阵法将其他傀儡的力量加注在睁眼处的暗金葵身上后，就让暗金葵去对付黄轩了。熊战老早就想干架了，率先挑了1名对手就冲了过去。天火尊者见熊战把大地虎族族长选了，自己就选了银月狼族的族长，而小医仙则看中了与萧炎有仇的雷尊者。萧炎的对手嘛，则是白发男，白发男实力为2星斗尊，自觉比萧炎强上一点的白发男十分有优越感，仗着自己本体是天妖皇，拥有极度强横的肉体，就与萧炎展开了最为激烈与残酷的肉搏，拳拳到肉。然而他越打越心惊，萧炎竟然越战越勇，他就不信了，区区人类怎么敢跟天妖皇族比肉体强横？就在白发男卯足了劲儿要跟萧炎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萧炎的注意力却是跑到了凤青儿身上。
黄轩在开打前就交代凤青儿做什么事，因此凤青儿并未在第一时间参战。紫妍嘛，自然是负责盯着凤青儿喽。那么凤青儿到底在搞什么呢？她在唤醒祖魂。紫妍一看这阵仗，笑了，换祖魂吗？她也会，而且太虚古龙的祖魂要比天皇祖魂还强。黄轩长老一看紫妍的动作，才想明白萧炎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仔细地感应了一下紫妍的气息后，黄轩长老大喊：不要慌，这只太虚古龙只是幼崽，如今唤出祖魂正是击杀他的最好时机。一听这个疯子竟然想要动手斩杀太虚古龙，一旁的雷尊者等人心肝都是忍不住的抖了抖。这若是以后被太虚古龙查到头上来，那必定是灭顶之灾。然而此时已经上了贼船，再无回头之路喽。这场祖魂的比拼到底谁胜谁负呢？当然是龙魂胜啦，都说了龙魂更强嘛。凤青儿用心头血供养金黄，都没能挽回败势。金黄被巨龙搅碎的那一刻，黄轩长老立马就让众人快撤。开玩笑，不撤等死吗？只要现在逃出去了，给族内人放出消息，让人前来支援。等萧炎他们离开这寿灵罩，再抢夺不香吗？紫妍一看黄轩长老的动作，就知道他想逃，借助巨龙的力量，就朝着黄轩等人轰去。黄轩察觉到恐怖劲风，反身就是一掌轰去，旋即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过他们借着这股冲击波跑得更快了，一行人争先恐后的钻出裂缝的狼狈模样，着实有些滑稽。当最后一人逃出后，紫妍却是再也撑不住了，一张小脸极为苍白。还是萧炎连忙上前将他扶住，塞了枚丹药，他才好了一些。主要是因为祖魂力量太强，负荷太大，紫妍有些脱力。稍稍恢复点体力后，紫妍就连忙向族内发送了消息，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龙皇本源果封印在自己体内。与此同时，紫妍的手心也多出了一个图文。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